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今天讲两个话题：一，2024年一开始，中国第一大民营金融集团中植公司正式申请破产，引发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这会不会是中国经济整体雪崩的开始？二，中共近期释放了一些特别的信号，有专家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正迫使习近平回归务实、重视经济的策略。我们该对此如何解读？这对中国和世界又将意味着什么？1月5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中国中植集团的破产和清算方案，正式启动了中国近年来最大的企业倒闭事件。法院的民事裁定书中提到，债务人中植集团以资不抵债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民事裁定书称，中植的流动资产严重不足，剩余货币资金仅181万元。虽然中植旗下的重要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去年就传出暴雷的消息，但是这么快整个中植集团就全面崩塌，正式申请破产，的确让人震惊。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中植系一度是财富的象征，是中国信托公司资产规模排前10的企业集团。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中共为何如此快就放任它倒下？毕竟2021年暴雷的恒大已经3年了，现在还在玩死人跳呢。中共这么快就彻底放弃中植，这对中国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中植集团远没有恒大集团那么有名。很多人对中植的印象可能还只来自中国上一代著名歌手毛阿敏，因为正是毛阿敏的丈夫谢植坤在他34岁时创立了中植集团。中植比较低的大众曝光度主要和它的业务范围和性质有关。说白了，中国人大多不知道中植集团，是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资产根本够不上让中植关注的最低门槛。中植集团成立于1995年，和恒大是同一个时期创立的，它的疯狂发展过程和恒大也是异曲同工，都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野蛮膨胀过程的产物。最开始，中植公司是一个木材和木材加工企业，到2001年前，主要还是专注于在实体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例如从木材工业自然进入造纸行业等。2001年，中植控股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入金融领域，随后开始大力发展信托业务，成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中的一个重头角色。随后，中植集团利用不知道哪里来的无穷资金，如八角章鱼般的扩张，其扩张速度只能用疯狂2个字来描述。没人清楚中植集团旗下到底有多少企业、多少员工。中植集团自己声称，它形成了一个实业加金融的双主业格局。在实业方面，一切红火领域中植都会插一脚，什么半导体、大数据、大消费、大健康、幼儿早教、新能源汽车、生态环保等等领域，它控股上10家上市公司。但中植真正赚钱的还是金融领域的企业，它控股或参股6家持牌金融机构，其中包括中融国际，并持股5家资产管理公司和4家财富管理公司。在短短20来年的时间中，中植集团就发展成为自称管理资产规模近1万亿人民币，折合约1400亿美元，拥有员工1万余名，并参股10数家上市公司的庞大金融帝国。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把中植集团带入金融领域的哈尔滨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来改名为中融国际信托，就是这个中融国际信托的暴雷，打响了让中植集团崩塌的第一枪。在中植集团管理的1万亿人民币资产中，中融国际信托在2022年底管理的资产规模就超过了7500亿人民币，
折合约1080亿美元。从2023年6月开始，就陆陆续续爆出中融信托违约暴雷的消息。等到2023年11月，中植集团发给投资人的信件中明确承认，中植已经彻底资不抵债了。内部查账发现，中植的债务高达4600亿人民币，折合643亿美元，而中植的所有资产仅有2000亿人民币，负债超过资产2600亿人民币，近400亿美元。但是第三方市场分析师预计的情况更糟糕，他们估计投资者可能只能从4600亿的债务中挽回1000亿元，投资人损失将高达78%。那么谁是那些直接承担这3000多亿的损失的投资人呢？简单的说，就是数千家中国企业和10万左右的中国富裕家庭，也就是这次买单的是中国社会中比较富裕的那批壮韭菜。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是由于中植集团的业务性质决定的。中植集团的业务范围很大一块来自信托和私募基金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投资理念基本是以高风险的投资来谋求高回报。例如，银行的定期存款的利息是 3%， 而信托它给你承诺有 6% 的回报。但是因为它潜在的高投资风险，谁能投资这类产品，各国都有规定。例如，首先投资人必须明确他的个人财富足够高，其次购买这些产品的资金门槛也很高。信托公司通常都有一个比较高的最低购买钱数的要求，比如你要买我的信托，你一次至少要买200万人民币。有这些规定的主要原因是确保买这些金融产品的人都是有钱人。那么有钱人嘛，钱多，通常都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这些人可能会在这个投资以外还给自己留有吃饭和养老的钱。因此如果投资真的出现了问题，这些人不至于立刻就没吃没喝的，只有跳楼一条出路了。另外大家也知道，有钱人通常要面子，就是投资失败了也不好意思到投资公司躺地上打滚闹腾，是吧？一些外媒此前预测中共可能出手救助中植，现在又对中植正式申请破产感到惊讶。这些外媒的认知非常幼稚，从一开始中共出手救中植的可能性就是0。了解中植的债务状况和他的业务背景知识，就不难理解中共放任中植集团从暴雷快速推进到倒闭的这个原因。首先，中植2023年暴雷不是因为短时间流动资金紧张，是真的负债超过资产1倍以上。这资产大量快速缩水的情况是中国经济泡沫破灭的直接后果，特别是中国房地产价值泡沫破灭的直接后果。救助这样的企业是100%的赔本生意。你什么时候看见中共真的为一个民营企业出血救助的？对中国民间企业，中共从来不可能雪中送炭，只可能是借机杀价侵吞。2017年，出于权斗和立威的目的，习近平把安邦保险集团的吴晓辉给抓起来定罪，随后又以违法经营行为为借口，把经营还基本正常的安邦集团交给中国保监会接管。2年后，在被中国保险保障基金、中石化等中共资本合伙廉价拆分吞并后，安邦集团彻底消失。而且中植集团和恒大集团非常不一样的一点是，中植集团的社会影响面非常有限。虽然对中植客户数量和各方估计的数字不完全一样，但是基本都在10万人这个数量级上。10万这个数量级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下，完全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10万人还是死要面子的10万比较有钱的人，这些人几乎肯定不会出来到社会上折腾的。而且因为债权人主要是富裕的个人，
而不是对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连带影响的金融机构。这些人的损失对中国金融系统的直接冲击将是非常有限的。目前，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灭中，中共正在发愁早买单的人。现在通过中植集团找到了这个10万个家庭，用他们的个人资产帮中共扛住了这近3000亿的资产泡沫。中共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会救助他们呢？有观众会说，中共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对，毕竟这是个人明明白白的个人投资行为，要高利息回报就得面对高风险。世界各国都是这个情况，在海外也没看见哪个政府会去救助投资人的失败投资项目的。对于这个说法，我整体上同意，但是我要提醒一点，中植集团近些年能够如此成功的疯狂扩张，主要仰仗中共营造的信息封闭的这个社会大环境因素，仰仗中共对中国人信息封锁后，很多中国人认知不全面的这个结果。中国人投资渠道有限，这是长期困扰中国富裕家庭的一个问题。常规的投资渠道，例如股市，在中国就是一个笑话。牛市总是短暂和出人意料的，而熊市总是漫长和连绵不绝的。所以我认识的很多中国比较富裕的亲朋好友都在投资信托这类产品。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些年头，在那个特殊的风口上，无论是哪个领域，闭着眼睛投资基本都赚钱，而且还会不断有大量新的资金涌入信托领域，因此信托的回报是既高又稳定。当年我知道有朋友连续多年把数百万的资金投入回报率超过10%的信托，每年光信托的利息就是几十万。也有人甚至在单位组织，多人凑100万或者几百万，合伙一起买一个信托产品。那时他们心气非常高，财富感非常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出现问题，很多信托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大约到2017年左右，我陆陆续续发现信托这个领域在中国各地都出现问题了，特别是一些比较小的信托基金先出现了问题。我还记得2017年有一个朋友突然告诉我，他的一笔信托违约了，不但利息还不上，连本金都不给退了。后来很多投资人联合起来，多次到信托基金公司去谈判，有一次双方争执到开始动手的程度，造成一个老年投资人当场心脏病发作，被紧急送到医院。因为怕闹出人命，最后信托基金公司破例同意以退还投资人70%本金为条件，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那个心有余悸的朋友回头一算，发现这几年赚的利息钱，这一下几乎都给折回去了，到头来还不如当初就拿银行4%的定期利息了。但是这样的消息在中国互联网和媒体上是很少看到的。美国信托违约的具体系统性原因是什么，那就更没有媒体报道和分析了。所以不但我这个朋友投资信托的失败经历别人不知道，就是他本人对他那次失败的结论，现在看来也非常的有局限性。他当年总结的教训是，以后我不再图那1%的利息差别了，而去投那些小的信托基金了，以后我就只投大的信托基金。结果是什么呢？中国经济大环境越不好，投资中植集团这样的大信托公司的中国人反倒越多，中植的相关业务也就越火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舆论控制直接促成了目前中植集团暴雷和倒闭的规模会如此之大，受害人的数量和损失资金的数量会如此之庞大。另外，中共的监管能力和责任心也让中国投资人亏得很不甘心。本来很多中国公司的财务账目就是真真假假的，而像信托私募基金这样的公司，中共的监管部门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财务账表基本就是编故事了。中植集团的账务在2023年暴雷前看上去非常亮丽，但是一旦暴雷，去公司一查账，就是近3000亿的一个资不抵债的财务大窟窿。
因为中共的监管部门不作为，中国的投资人根本不可能在投资时真正了解中植的财务状况和投资风险。当然，事到如此，现在更紧迫的问题是，中植集团这个中国信托领域的巨型企业崩塌的后果如何？虽然因为中植的客户群体特殊和相对数量较小，它的倒闭对于中国金融领域的直接冲击不大，但是它的倒闭对中国经济的间接影响却绝对让人担心。首先，中植这么大的信托企业倒闭，是中国经济全面恶化的直接表现和结果。目前媒体普遍把中植倒闭归咎到中国房地产的衰落，但是根据2022年的年报，房地产只占中融信托管理的6290亿元信托资金的11%。从表面看，它的投资分布在金融管理、基础建设等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中植的资产连它的债务的一半都不到，这清楚地说明，在众多领域，中国都出现了估值泡沫破灭的这个状况。各个金融领域是高度耦合的，一个地方的房价跌下去了，这个地方的土地价格就会下跌，随之那些以土地为资本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价值也会缩水。另外，中植集团的倒闭也敲响了中国价值超过22万亿人民币的中国信托行业的警钟。中国信托行业是中国影子银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植集团的倒闭对中国信托行业的冲击不亚于2021年恒大集团暴雷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冲击。从历史来看，中植集团并不比中国其他信托公司有什么明显的失败之处。现在中植集团先于其他公司倒下，有一定的特殊性。2年前，2021年12月，61岁的中植集团的创始人谢志坤在健身房突然神秘猝死，成为中植集团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从那里，中植公司一路走下坡路，直到1年半后，中融违约暴雷。也就是说，中国信托行业的其他公司和中植的差别就是一个意外的冲击。而公司面临意外冲击，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因此，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类似中植暴雷的公司还会不断涌现。2023年12月，在美国上市的财富管理公司海银财富，因为中国经济下滑，突然出现投资产品违约。虽然海银财富发誓会解决这个危机，它在美国股市的股票还是在过去几周暴跌超过70%。这个跌幅表示投资人认为这个公司已经基本没什么希望了。中植代表的中国信托行业让中共是既担心又无法割舍。一方面，这种影子银行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以外，让控制欲极强的中共感觉不放心；另一方面，中共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又极度依赖这些影子银行，对它反复割舍不下。但是如果中国信托领域持续发生类似的暴雷和破产，中共地方政府的一个主要资金来源就可能枯竭。如果真的发生，中国金融领域的危机就会被引入中共对中国的社会管理和控制的机制中，从而动摇中共的统治。最后，这次中共通过中植成功的对中国富裕人群割了一次韭菜，但是长远看，这对中国的整体消费的冲击会非常大。中国媒体人白岩松在最近一次节目中说了一句招骂的话，在节目中，他问现场专家：“你怎么看待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不愿意花的这个问题呀？”很多网友大骂他，不知道老百姓是真的没钱，而默认中国老百姓是有钱存起来，不愿意花。其实，你要是从中国宏观的储蓄数量上来看，中国的储蓄总量这些年是在不断增加的。但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富极度分化的问题。中国目前大量增加的储蓄，主要是富裕的少数人增加的储蓄。目前，中国主要是这部分人还有消费能力，在引领中国的消费潮流。
如果这些人因为他们的信托或其他投资暴雷而出现财富相对萎缩，他们很可能会不自觉地开始消费降级，那对中国的整体消费情绪将是灾难性的。中植破产发生在2024年的第一周，那么它会不会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莱曼时刻呢？我们将拭目以待。下面我们讨论第二个话题：习近平在2024年会继续加速，还是会开始倒车？最近一系列海外媒体都报道了一个消息。首先，在1月2日，南华早报和路透社援引中共内部消息人士的爆料，说中共中宣部出版局局长冯世新上周被免去负责人的职位。而且这些消息人士还明确透露了免去他职位的原因。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于2023年12月22日发布了一个管理中国网络游戏的新法规草案。这个草案的核心目的是希望减少游戏玩家花在网络游戏上的时间和钱，因此草案建议游戏公司取消鼓励玩家每天登录游戏的这个奖励，并建议限制用户玩游戏的时间，并设置用户充值限额。这个消息一出，中国网络游戏巨头的股票纷纷暴跌。科技巨头腾讯股价下跌12%，市值蒸发460亿美元。另一个中国网络游戏公司网易更是暴跌了25%。消息人士透露，冯世新被免职的原因是，他在目前市场信心低迷时，对发布这个新法规草案的处理方式不妥，包括对政策的沟通和解释不足等。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吃惊。2021年，习近平亲自指挥，并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未成年人玩游戏时间的严格规定。当时那些规定立刻引发中国游戏行业的一片恐慌，大量有游戏业务的科技公司的股价在海内外的股市暴跌，其中也包括腾讯和网易这样的公司。当时中共对这些公司的股价暴跌毫不在乎，而现在中共却在1周内因为这而免去了一名中共高官的职位，而且还特意通过他们的常规放风渠道，通过海外的媒体把这个消息向海外释放出来。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的细节，那个游戏新规的草案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的。中国新闻出版署是专门负责控制中国游戏发行的中国国家机构，但是这个国家新闻出版署其实和中宣部出版局完全是同一个机构，只是这一个机构挂了2个牌子。在国家层面，它是新闻出版署，隶属于国务院；在中共的权力层面，它隶属于中共的中宣部。但是在中共人士向西方媒体爆料时，是明确宣布撤销的是冯世新中宣部出版局局长的位置，暗示这是从中共这个体系做出的决定，而不是从李强的国务院这个体系做出的决定。华尔街日报对此的解读是，习近平这是在调整他的思路。他认识到过去2-3年对众多的科技行业的打击，击垮了投资者的信心，造成过去3年中国股市一路走低。现在习近平希望努力扭转投资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另外，海外的一些华语媒体最近还注意到1月3日总部设在上海的财经媒体第一财经发表了一篇社论，称中国经济的腾飞史就是政府放权独立拓展的这个历史，说政府下放的既是权力也是责任，同时更是经济的活力。对民企最好的承诺就是放手和放权。这篇社论的观点和习近平这些年的一些做法有明显的不同，但是这篇社论目前在网络上已经存在多天，还没有被删除。有人把这种种迹象和中共此前的行为言论相比，感觉近期中共释放的这些信号好像和中共以前说的有所不同，因此有人感觉信号混乱，也有人臆断习近平是不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开始学乖了，要做调整了。1月5日，华尔街日报政治经济编委会成员、评论专栏作家 Sternberg
发表了一篇观点性文章，讨论2024年习近平在经济领域是会坚持他过去的言行呢，还是会被迫做出改变。文章花费大量篇幅讨论了习近平过去几年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一味蛮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文章提出了2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习近平是希望给中国经济中的顽疾实施刮骨疗毒式的治疗，特别是试图改变中国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绑架，提出房住不炒的说法。第二可能性是习近平在努力把权力从中共以外重新集中到中共的手中。这2种可能性都可能让习近平接受经济放缓的现实。我感觉《华尔街日报》的这种学究式的讨论毫无意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习近平过去这些年绝对不会是按照 Sternberg 分析的2个可能性中的一个做出决定的。另外，我也不认为最近中共释放的信号和以前有什么大的不同。我反复强调一点，对于习近平这样70多岁的人，特别是他目前在整个中国一人独大、一言九鼎的情况下，让他从根本上改变的因素根本不存在。在他心情好的时候，他当然有可能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有所调整，但是他对世界的很多基本认知是绝对不会变的。例如，他认为他的权力来源于中共，因此他会努力维护中共对中国的绝对控制。由此延伸的，他在内心中对于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区别对待，对于中共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区别对待，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在需要时可以利用党外的人，利用央企以外的企业，但是在他心目中，谁是赵家人的概念绝对不会改变。再例如，他认为美国是他实现梦想的最大障碍，因此是他的根本对手，等等，这些认知是根本不会改变的。1月4日，中共报道说，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党组工作汇报，还听取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听完后，习近平还讲了话。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可以说是中国最核心的5个机构。按照中共自己的说法，人大是国家立法机构，国务院是政府执行机构，政协是参谋，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共同完成司法程序和对法律的解释。但是习近平要求这5个最核心的国家机构一起给习近平的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每年例行召开的这个会议是习近平在18大掌权后新确立的一个制度。习近平把这个会议搞得仪式感很强，目的非常明确。在他的讲话中也明确暗示了，这样的会议是在向中国、向全世界展现中共权威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而且在讲话中，习近平对做工作报告的6个机构，只是特意把蔡奇直接负责的中央书记处额外夸了一番，说在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下，新一届中央书记处积极认真履职尽责，在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对于海内外的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与其通过各种旁枝末节的信号来臆断习近平在2024年是否会回到邓小平以经济发展为纲的路线上，倒不如你去读一读中共对习近平亲自讲话的报道。习近平心中的理想的未来中国方向，他其实说的是再明白不过了，只是很多人感情上不愿意接受罢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杰森视角这个频道。